大家好，今天咱们聊一聊唐代伟大诗人李白的名篇《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》。这首诗写的既清新又豪放，既有山间美景，又有朋友相聚的欢愉，可以说是李白诗歌里的一颗明珠。今天咱们就一起走进这首诗，看看李白如何在这短短的几句里，把自然之美和人间真情写得如此动人。先来读一读这首诗。暮从碧山下，山月随人归。却顾所来径，苍苍横翠微。香携及田家，同至开荆扉。绿竹入幽径，青萝拂行衣。欢颜得所憩，美酒聊共挥。长歌吟松风，曲尽和星稀。我醉君复乐，陶然共忘机。听完是不是已经被这诗里的意境迷住了？接下来咱们逐句解读，细细品味这诗中的画面和情感。暮从碧山下，山月随人归。诗的开头，李白告诉我们，他从终南山的青翠中缓缓走下，傍晚的月亮仿佛懂得人心，悄悄地跟随着他归去。这里用山月随人归，把月亮写得仿佛充满感情，既浪漫又有画面感。这一句不禁让人想象诗人在月光下步履轻快，心情惬意。却顾所来径，苍苍横翠微。这两句更妙，诗人回头望了一眼自己走过的路，只见山林苍翠，连绵不绝，浸染在暮色中。这是典型的李白风格，用寥寥几字把一幅充满生机与静谧的山间图景呈现在我们面前，也为接下来田家的温馨埋下伏笔。香携及田家，同至开荆扉。接着李白写到了他遇见隐士斛斯山人，两人结伴而行，来到山人的家中。山门是柴扉，门前的小孩看到客人，立刻上前开门。这一幕充满了乡野生活的质朴与温暖，读来仿佛让人置身于那种纯真的乡间。绿竹入幽径，青萝拂行衣。来到山人的家，周围是绿竹掩映的小路，青翠的藤萝随风浮动，轻轻擦过人的衣襟。这几句写景的同时，也渲染了一种隐居生活的清幽与闲适，仿佛整个世界都远离了世俗的喧嚣。欢颜得所憩，美酒聊共挥。诗人的欢喜在这一句中爆发了，他们坐在一起开怀畅谈，用美酒助兴，举杯相邀。李白的诗中少不了酒，这里的聊共挥将举杯饮酒的动作写得潇洒自如，也写出了朋友相聚的真情实意。长歌吟松风，曲尽和星稀。酒酣耳热之际，诗人放声长歌，歌声仿佛融入松林间的风声，悠扬又动人。他们一直唱到夜深，天上的星星渐渐稀疏。请点击链接看完整视频。